兄弟们、姐妹们，不行了，又出事儿了！有人跟我说，他们家的南瓜又堆起了，怎么办呢？不要急，有我啊！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南瓜的6种做法。第一个呢，给大家做个南瓜小馒头。这个呢就是削过皮的南瓜，我们切成片，直接拿来蒸就好了。这个12分钟蒸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关火，给它拿出来。好，这个南瓜一定要趁热把它搅碎啊！如果它凉了之后，它容易有那种颗粒哈。这个南瓜一定要捣融，捣到这种没颗粒、非常的细腻状态就好了。这个馒头呢，其实它是一种发面，发面的话，你可以选用低筋粉或者中筋粉都行。我今天用的是低筋粉，这里呢是1斤的低筋粉，我加入是6克的酵母，这个是屋里泡打粉啊，4克，用手直接给它搅拌均匀。这里是80克的牛奶，还有50克的糖，我现在把它混在一起，这样呢可以让这个糖更好的融化在一起。加牛奶的目的是让这个面呢吃着有种奶香味。这个呢全程就是你不要去加水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加南瓜泥。南瓜泥的话，它里面本身就有水分，因为南瓜有些地方的南瓜它水分会比较多，有些水分比较少。好，我先加个180克，不够我们再来加。我们在软的时候呢，就加入25克的这种普通的油哈，可以加大豆油、猪油或者是黄油、植物油都可以哈，但你不能加的太多。油的目的是让这个馒头呢蒸出来更加的滋润一些，就是它这种发面的话加点油，它会更滋润。它的水分都已经差不多了哈，再加个50克，这样的话就不用加一滴水，这全是这个南瓜里面自身的水分。这个南瓜呢，总共就加了230克，我们后面加了50克，最早加了180。好，这个面呢就一定要揉到这种光滑的程度啊。这时候我们封上一层保鲜膜，让它发酵一会儿，让它回筋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发了20分钟，我们给它拿出来，中间给它切开，一定撒点这个蒲粉哈，给点这个面粉，这样的话这个面才会走，它才会跟着你的棍子走。如果你不撒粉的话，它会粘在一起，切成这种小块儿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给它搓成这种圆条形。把切成这种小馒头啊，直接放进去。锅里给少许的油，下馒头时不要放太多啊，我们慢慢的给它撒开，盖上盖子。中途的时候稍微给它翻面一下啊，稍微给它翻一下。这个你煎的时候不要一次性煎太多哈，因为煎的太多它会容易粘在一块儿。我们先把它形状定了之后，我们再来。定型之外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去翻它了。这样煎着煎着，你都感觉到一种面的那种香味，它自然就会出来了啊。煎熟之后，我们给它倒出来。第二道来给大家做个南瓜焖饭，吃过没有？南瓜的话，你尽量选用这种叫贝贝南瓜，它比较软糯些，可以带皮吃。如果焖饭的话，你用这个南瓜的话，就只能把皮削了。但是它一焖的话，这个南瓜就很容易融掉了。建议大家买这种南瓜。这南瓜掏空之后呢，我们切成这种块儿哈，带皮一起去切就好了。好，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倒了少许的油。这下我们先下入这个姜片和葱段。爆香以后呢，我们下入这个提前切好这个腊肠还有腊肉啊，一起下锅给它爆一下。下入南瓜。切碎的香菇还有胡萝卜一起去煸炒一下。好，这个我们加入少许的水，给点白胡椒粉，1小撮的盐，好，来点老抽，生抽来一点，好，再来点蚝油，盖上盖子，稍微让它焖煮1分钟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直接倒入电饭煲中。这个的米呢是我提前淘好的啊，稍微用到筷子轻点给它搓一下啊，给它按一下。其实这个就跟煮米饭一样啊，这个很简单。放进去之后呢，它里面有个柴火饭的模式，40分钟就好了。最后呢，我们给点香油，给它搅匀一下啊，很香哦，直接冒气啊。搅匀过后呢，我们最后再撒点葱花，这个南瓜焖饭就做好了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撒点葱花。第3道呢，给大家做一个常年霸榜前3的南瓜小米粥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这个提前淘好的小米，接着我们直接下入南瓜，让南瓜和小米一起去煮它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关上小火，慢慢去熬它。这个熬粥呢，你可以水可以多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熬粥呢，在家里面你不要这样去盖盖子，盖盖子它很容易扑出来，我们一定要把盖子拿开，开这种小火，开了之后让它慢慢去熬就好了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泡沫给它打一下，开到最小火，让它慢慢去熬。剩下我们交给时间就好了。熬了18分钟之后呢，你感觉到这个南瓜基本上还有点融的状态了之后呢，现在下入这个大枣和枸杞啊，给它搅一下，再熬个10分钟。好，这个粥呢已经熬了半个小时，明显感觉到这个南瓜已经接近融的状态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你喜欢喝这个甜粥的朋友们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加点什么冰糖或者是黄糖在里面啊。如果你不喜欢吃甜的，吃原味也是非常不错的。
第4道呢，用这个南瓜给它做个南瓜发糕。好，直接把这个南瓜放在锅里给它蒸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南瓜蒸熟之后拿出来，用我的铁手，这个南瓜一定要趁热给它搅融。好，搅融之后呢，我们稍微让它冷却一下，我们接着就开始调这个浆。这里是150克的低筋面粉，6克的酵母，糖呢是30克，白糖。好，搅拌均匀过后呢，我们加入150克的南瓜泥，这个已经是冷却过的南瓜泥啊，加到里面。这里呢是100克的牛奶哈，我们分批次给它加到里面，倒进去，慢慢加，不要一次性加完了哈，不然的话一次性加完它容易有颗粒。搅匀了，我们再来加，我一定要给它搅拌均匀，搅到这种湿滑的状态啊，这种可以拉到湿滑的状态之后，搅到湿滑状态之后，我们再加入1颗鸡蛋。如果你想它吃的这种比较的紧熟一点，你可以把它调干一点啊。如果你想吃的松软一点，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调的比较轻。最后我们加入20克的这个黄油，黄油是蒸化的黄油，你放在微波炉或者是锅里去蒸一下，它都让它融化。20克的黄油增加它的奶香味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找一个碗哈，家里面吃饭的碗，甚至是如果你有这种高盒也行，没有了就拿个碗，像我这样，把这碗底呢给它涂上一层油。防止它待会儿粘连在一起，就是别人我们吃的时候它好容易把它取下来。炒菜的大豆油啊、花生油啊这些都可以。刷上油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调好的浆直接倒到碗中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稍微给它封上一层保鲜膜，或者改个小碗哈，我们给它让它发个2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你看一下它已经膨胀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保鲜膜给它扯掉。这个时候你看少许的放上少许的大枣。这个大枣是我提前已经去了这个芯的哈，去了这个核的，就根据你的喜好，你可以放什么葡萄干啊，这些都可以哈。再给它放几个枸杞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入锅中蒸个20分钟，盖起来蒸20分钟。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哇，像个蛋糕一样。之前教过大家测试一个东西熟没熟的方式，用个竹签或者是一个牙签进去擦一下哈。它是干的哈，如果它里面是稀的话，这就是没熟。第5道呢，我们做一个南瓜烧豆腐。现在我们把这蒸熟的南瓜泥给它过滤一下啊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南瓜泥它会更加的细腻一些，主要是加在菜里面增加这个菜的颜色。如果你不过滤的话，它会非常多的纤维，就是其实这个南瓜的纤维都在里面。过滤完之后呢，它非常的细腻，像这个南瓜泥，它就没有什么纤维。锅里也给少许的盐，豆腐呢焯个水，我用的是石膏肉，但稍微要嫩一些，去除一下这个豆腥味。焯个2分钟之后呢，倒入玻璃碗中，然后泡起来，保持温度。机油，这个如果你家里没有机油啊，你可以用色拉油或者大豆油、菜籽油都可以哈。姜米、蒜米还有葱，下入这个南瓜块啊，蟹味菇，几颗青豆啊，翻炒一下，我们加点清水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给少许的盐和这个白糖，盖上盖子稍微煮个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烧到什么程度啊？烧到这个南瓜它可以轻轻按一下，它可以融的这种感觉之后呢，我们先下入豆腐，推2下哈，这个时候慢慢下入豆腐，再加入1勺之前我们打熟的南瓜泥，可以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。盖上盖子再煨2分钟。好，中途的时候我们打开尝一下味道，舀点这个汤汁尝一下味。你要尝到你的汤稍微有点咸味才行，如果你汤都不够咸的话，你的菜是没有味道的啊。盐稍微有点淡，好，我们再加点盐。接下来我们利用少许的水淀粉，尽量这样去推它，不要来回刮，来回刮的话会把豆腐刮烂。好，再淋少许的机油，好，可以出锅了啊。最后一个菜来给大家做个糖水南瓜，希望你从心里直接甜起来。第一步呢，把这南瓜的籽给它刮掉哈，这个是好东西啊，不要丢掉，这个可以晒干拿来炒的哈。这个南瓜呢，大家削的时候就一定稍微要削重一点，就是你看这白色的筋膜，给它削掉，这样呢才好吃。就是肉呢，你稍微削厚一点点，别怕，不要削得太薄。好，削皮之后呢，我们给它清洗干净啊。水开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南瓜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之后呢，我们蒸个2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打开。教大家一个方式啊，你可以拿个牙签或者是这种竹签，轻轻擦一下啊，这样的话就证明这个南瓜已经蒸得非常软糯了。这个蒸南瓜水我们将它倒起来，待会儿用哈，原汁原味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扯个糖水，
锅里放少许的清水，倒出来的南瓜水一起倒在里面。锅里下少许的醪糟哈，这个呢有些地方可能叫米酒哈，在四川这边叫醪糟啊。我们给少许的醪糟，来点这个大枣和枸杞，再加入少许的白糖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勾入少许的水淀粉。好，扯好之后呢，直接出锅，扯到这种稠度啊，我们直接出锅。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南瓜做个发型，其实这样的话它可以挂汁儿，挂得更稳一些。如果你是光滑的话，它裹不上多少汁儿的。最后我们把这个扯好的糖水均匀的浇到这个南瓜上。好，最后一个菜来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啊。入口之后呢，你感觉到首先这个醪糟它有发酵的一种香甜味，再配上这个南瓜的一种本味，吃的非常好吃。如果你不能吃甜的朋友们呢，你可以不用加糖，就吃本味就好了。另外，我给大家说个秘密啊，就这个醪糟啊，在四川是个很神奇的东西。比如说哈，你第一次如果去你丈母娘家，如果你丈母娘给你做这个醪糟蛋的话，基本上你这事情就8九不离十啊，甚至呢，你的彩礼都可以省掉。如果你没有吃到的话，你要反思一下，是不是你哪个地方没有做对啊？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偶像。